歌厅里面艺人就是艺人就是要假呀。在奔向自己的路上努力着，然后路在哪？哎，我没有找到呀。这就是你的路。就是偶尔尝一下甜头就够了。就是让大家少看你。再问一下你，在见到他之前有搜索他吗？就是他还是有点名气的，在抖音。你也很有名气啊！我没有。你也很有名气啊！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要取代你。对，因为我们是熊猫堂 Blues Pandas。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卡斯。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鲁鲁。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17军。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陈鼎鼎。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嘻哈。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我觉得少2个字，唱跳。全亚洲唯一大马唱跳男团。美声男团，这个之前我就说过。还有个标签呢是实体专辑打入日本公信榜。出道5年了，我们一直也在不断的出音乐作品，包括我们的自己的个人作品。如果也受海外喜欢的话，其实是我们熊猫堂的荣幸，能够把我们中国的文化音乐带到海外去，那更好嘛，对不对？对。希望不止打入日本的榜单，希望可以多走向各个国家。日本的运营的话，其实可能是我们在网上之前翻跳视频啊，以及他们翻唱的歌曲，然后吸引到海外的饲养员看到我们了，然后就慢慢的关注我们，然后我们也就发展到海外的市场。然后其实也是在2年前吧，我们做了一次尝试，去日本开了一次演唱会，然后没有想到我们在日本还不错，对，而且我们第1支的周年庆的单曲就是中日双语的《The One》。我们现在在国内的演唱会，不仅限在于北京国内的巡演啊，以及我们个人演唱会的巡演，然后都会有海外的朋友然后特地飞过来看，对，我觉得挺感动的。速冻饺子能不能管饱，好不好吃？也有好吃的速冻饺子。其实说我们内娱现在这个现象的话，的确是舞台很少。你说国内的 idol 偶像，他们能力差吗？我不觉得，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被大家看到。从没有舞台到有舞台，其实大家都是一个珍惜的过程，大家都在热爱着自己做的坚持的事情。我相信他们都非常努力，在自己的行业能够持续的发光。你说我们的舞台差的话，我真的不认可哈。首先，我们觉得舞台对我们来说是机会，尽可能的用有实力的作品去撑起一个舞台，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熊猫堂在做的事情。可能有的舞台我们够不到，有的舞台没上，但是不影响我们熊猫堂还是在不断的出作品，把我们的能量啊、快乐以及用音乐陪伴着大家。其实舞台争取，这是我们能争取就争取，但是我是这么觉得的，有的舞台我们没上，不代表我们没有能力上这个舞台，因为娱乐圈就这么大。但是想上这个舞台的人太多了，所以有很多因素。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熊猫堂继续做着我们热爱的唱跳，出作品，把我们的快乐带给那些大众。因为我是觉得作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的确参加了我们一个国内的一个韩系的选秀，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讨论，那后续的我们只能靠作品来说话。包括我们的作品其实被很多人都熟知，包括以母为马呀，然后也是。一直给大家高考的时候提供力量。我们不希望说啊，我好喜欢他们出的什么作品就好，戴着有色眼镜，什么都说好，什么都喜欢。那其实我会觉得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可能失去了一个作品就是真实的去放到市场里面一个好坏的一个意义。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去不断的创作，包括后续有很多歌曲是我们后面自己会参与，针对不同的时候时期做不同的一个风格。刚才有说到小剧场这件事情，是我们想出来的一种新的演出模式，是把舞台剧加喜剧加唱跳加音乐混在一起，也是希望能够给到大众一个新的一个视觉听感和观感。来到现场会让你非常的放松。我还记得我们第1个小剧场的主题叫拯救不开心。是的，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就像我们去海外演出，然后海关人员会问你来这做什么呀，然后我说 entertainer， 就是我们就是想 entertain 所有的人，让大家感觉到开心，这就够了。你看，从节目出来，很多人销声匿迹了，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持续坚持、喜欢着、热爱着做这件事情，哪怕备受争议，哪怕还有人说啊什么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还是没有受这些东西干扰。记得当时有人给我们写信，说看到我们熊猫堂很自信的站在舞台上，
就是我们追的梦是很多人他可能想追没有追，没有机会，没赶上的机会，就感觉其实我们熊猫堂是为很多的大众在追他们的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当时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因为在节目是封闭录制的，其实外面的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出来这个节目之后呢，大家都跟我们说，可能网上负面评价会比较多。但是最近近期，我们有很多以前看这个选秀节目的粉丝来到我们直播间说啊，当时确实很喜欢你们的初舞台，就是以为你们是来玩闹的，结果你们真的很有实力。其实我觉得有关注有争议，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我允许那些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存在，毕竟我唱歌偶尔也跑调嘛。其实不管是偶像体系，还是您刚刚说的独立音乐人，我觉得这两点在我们熊猫堂身上并不是排斥的。我觉得偶像的一个标准，首先它是和喜欢我们的人是有一个精神连接的，他会有时候会以我们为一个榜样，会给大家一些陪伴。他们真的可以从我们的作品，从我们的一些舞台上获取他们精神情绪价值嘛。我觉得偶像就是会安抚大家，让大家追这个偶像是有意义的，他能给我情绪价值，缓解我生活中的压力，我听他的歌看他的舞台会让我人舒服，这就是价值。而且我觉得我们熊猫堂应该是两个身份都并列存在的。像独立音乐人这一块，我们都是频繁的发歌、发 MV、找舞台上，这个是作为独立音乐人我们该做的事我们有做。作为偶像这个身份呢，我们也是希望能给到粉丝一些正能量、一些快乐。其实我们也是觉得我们偶像也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我觉得两个身份在我们熊猫堂都是合适的。我觉得有一句老话说得很好，放弃很简单，坚持很难。我们也没想到就坚持了6年，而且在我们在接受这采访之前，我们还在推进新的作品当中，这是我觉得算是在内娱里面比较难得的吧。不管这个大环境大家说的有多差，或者是很多人不看好我们还在坚持这件事情。觉得熊猫堂已经坚持了6年，那我们就继续坚持下去了。我们把我们的青春很好的时光投资在熊猫堂，我是觉得现在看来是值得的。接下来不管路还有多长，我们享受当下，我们做好我们的每一个作品，我们踩稳我们的每一个舞台。是。那我说一下卡斯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食物叫做仰望星空派，有一个派上面全都是鱼头，就很黑暗的料理，很像卡斯，因为很富有创造力。能不能吃不一定，但是我不管，我先创造了再说。其实我也想说卡斯，来吧，要不我更猛烈。那我们就都说卡斯好不好？要得罪就得罪一个人。其实说到卡斯，我想到的是玉米虾仁儿那个菜，里面不仅有玉米，它还有什么各种绿的豆啊，什么胡萝卜呀，还有虾仁，它给你一种很丰富的感觉。很钦佩卡斯有一点，就是不管是平时生活当中也好，还是真正的舞台上也好，他很喜欢把自己打扮的很色彩丰富，不一定是花里胡哨，但是我觉得这是对于舞台的一种认真。其实我也想说卡斯，但是你刚才说的鱼头，但是我想说的它可能是香辣虾，它其实你看它的舞台啊，唱歌跳舞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不能看它的表情，因为虾是去了头才能吃，你就不能看它的头。我觉得卡斯像一道素菜，有一种菜它是素菜，但是它吃到你口感，它是一种荤菜的感觉，你意想不到，意想不到。但这种菜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假，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承认，就是在娱乐圈、在偶像界，谁不假呢？是不是？卡斯经理名艺人就是要假呀！开头别就用这个，别什么叉了，艺人就是要假。卡斯的经典名言，对对对。我在想，它比较像一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一想到卡斯舞台，我就想到我们小剧场那走进新时代啊。为什么要吃这个菜呢？是因为它有点糊嗓子，有点油油腻腻的感觉，看起来，但是实际上他那首歌演得非常的深度醇厚的那种感觉，有那种文化底蕴在。卡斯觉得自己的舞台是一道什么菜？我觉得我是那佛跳墙，各种元素都可以加进去。你佛跳墙怎么做都是可以的，这个底子是不会变。但是你加任何的，比如海参呐、芋头啊、土豆啊什么东西，那些药材进去。换一个米，加的这些东西。对，东北乱炖也很适合我，但是那是平价版，佛跳墙比较贵一点，贵一点。佛跳墙真正的好味道是需要熬的，所以你现在很煎熬。因为我糊，我是所有人全网粉丝数最少的，我糊啊，请大家多多关注，谢谢。我的账号在这里。哎呦！谁的好评啊？第一组是峰峰输啦。3、2、1，开始。卡斯在找什么？还有你喜欢的颜色吗？卡斯你在找什么？卡斯。好吧，我输了。3、开始。哟，好快！顶顶是不是很难？顶顶，
是不是很难？我就说很难吧。绝杀耶！最后一个绝杀。露露、卡斯和峰峰峰。峰，对，完了给卡斯选一个劲爆一点的。哎，这个就你了，不灵不灵的，来，很适合，你喜欢吗？我们混搭。戴上去，我想问一下，那个松紧的，这是什么？哇，这个很贵妇哎。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宝宝装的概念，让他回到一下童年。卡斯他很喜欢不灵的元素，所以我就给他添加了，你看这种很大的那种蝴蝶结，我这个元素主题叫做爆炸甜心，对对对，对，就是看起来很爆裂，但是也很甜的感觉。爆炸甜心。来，哦，这个杯洗碗工，这个是，哪怕我们现在洗碗的手套戴着，哪怕现在处于特别不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也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自己的女王，就是高贵过。这个可以展示一下那个手，就是对，你要有 pose，对对对对对。